automatic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就如何对文件进行自动的分类。那这文件当然包含的很广，包含你任何在比如说 Facebook 你 po 的任何讯息，在 Twitter， 在任何 social network 你所发表的言论，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文件，那你就可以对它进行你所需要的分类工作。那它应用呢当然很多最简单的是像这个 spam filtering， 你收到一封 email， 这到底是不是广告信呢？那你就可以利用过去的资料，然后来预测这个是不是广告信。然后新闻的分类，还有情绪的分类。情绪的分类包含就是，比如说很多人有所谓的开箱文，你买了一个新的东西，你把它打开来，那你就发表各式各样的评论。那如果你今天也要买这样的东西，你是不是可以去分析说每一个人的开箱文，然后看他所写出来的文字到底对你买到的东西是一个正向的评价还是逆向的评价？那这一类就是从文章里面找出你的意见出来，这个叫 opinion mining。那也可以用在之前的舆情分析，像之前川普要跟 Hillary 在竞选的时候，不是一般正常民调都是说 Hillary 会当选吗？结果就开票当天就立刻翻盘，那就有人就回头找说，有一些小公司就利用大家在 Twitter 上面的发文，在 Facebook 上面发文，他们就直接预测应该是川普会当选。那这个其实道理其实也蛮简单的，一般人你问说你支不支持川普，然后大家都觉得我是正人君子，我不要支持川普这个烂东西但私底下说我的所有的亲朋好友这个说我是纯正的白种人我说工作都被这个亚洲人给抢走了，我当然支持川普，把墨西哥人赶出去，接到高墙把它堵起来所以这直接从网络上的资料来分析，你会看到比较赤裸裸的人性那其他有时候你正式去问他都是讲都是冠冕堂皇这种四平八稳的话，那但是在网络上你就可以开始开骂，像网络上有什么靠北清华，靠北台大什么的那个大家都骂得很开心所以这个就是利用大家发言，然后来判断说你到底对某一件事情是赞成还是反对，所以这个也是变成现在很重要的一门显学好，那么我们看看这个 ADC 的 General Approach 第一个是 Preprocessing， 你拿到一篇文章或是几百篇文章，你要做什么事情？你要做一些 Text Normalization 做一些 Word Segmentation 这个我们后面都会提到那你所谓 Text Normalization 呢，就像英文里面呢有现在式、过去式、未来式等等，但是中文里面没有这个东西嘛，所以你要把这些式全部都还原回来，回到它原先最基本的形式不然他会以为这是不同的文字那 Word Segmentation 就是要断词，把词一个一个抓出来那当然在英文里面没有所谓断词这个问题，他们是你有空格，它就用空格把它隔开就是一个词，那中文里面就要处理很多这一类的问题。那么接着呢，你有每一篇文章呢，你把它断词断出来之后，等于说以词为概念组成这篇文章，你要把它抽出来变成一个长度为固定的向量所以我这边写说要 derive 一个 vector space 的 representation， 然后它的 dimension 长度要固定，那这样的话我才可以进行各式各样的比较。那这边就又有各式各样的方法 TF、IDF、LDA、Word Embedding 通通在里面那我们今天会对这一块来稍微说明一下那因为时间有限，里面牵涉到还蛮多数学的，所以我会数学讲一下，然后尽量用一些范例，来让各位了解它的基本的概念是什么样。那你一旦把每一篇文章转成长度为固定的向量之后，那剩下就很简单了，剩下就有各式各样分类的方法。我们前面讲过nearest neighbor， 然后也讲过 naive Bayes classifier， 那你可以用 deep neural network 或 decision tree 等等，都可以拿来做分类，因为它已经转成长度固定的向量，你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比较。好，我们先来看看叫做 word segmentation 就给你一篇文章，特别是中文的文章，如果你不断词的话，那你用字来做当然也可以，但效果比较差，因为中文就是以词
为概念来描述的是整篇文章。那首先对英文来讲呢，它 words 就是 separated by spaces 你利用空格把它切开来，大部分就结束了，你的 word 就出来了。但是也有例外，有一些例外像 McDonald 它实际上有人写分开2个字，那这是它是一个概念，所以应该合起来。像这个 a priori 这实际上不是英文，这是一个拉丁文。那它实际上是要把它串起来合起来才能算一个词。那这里就有一些例外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些少许的例外。那在中文里面呢，最麻烦的是中文它所有的整个词全部都连起来甚至连古文里面连标点符号都没有那这时候呢，最简单的方式呢，你要断词呢，就是在词典里面进行搜寻，词典或者是词库。那我们一般用的方法呢，叫做长词优先法。我现在就对这个方法来说明一下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我们待会有作业各位可以试看看去把它断词断出来结果是怎么样。那长词优先法呢，我这边写 direction matters， 就是说你可以正向做，从头做到尾，你也可以从尾巴做到前面。那假设你这个词典里面或者是词库里面呢，最长的词就只有4个字的话，那你由左边往右边做，其实做法很简单，我讲一遍各位就了解比如说我们3人参加会议，念起来完全没问题嘛好，我从左边要做到右边，这是正向。第一个我抓4个字抓4个字出现我们3人你到词库里面找一找，8成没有这个词嘛，对，不会出现我们3人。好，那就往缩掉一个，只剩下3个，我们3到词库找一找，没有，好，再把它砍掉，剩下我们，我们一找到了，所以我们这个词就出来了。那我们这个词出来还有，那再抓4个字，3人参加3人参加丢到里面，8成没有3人参有没有？也没有，好，再砍3人有没有？3人大概没有，词库里面不会有3人，不然就4人、5人、6人就一堆词就全部进去了所以只剩下一个3，好，只剩下一个就结束了然后人参加会这个大概没有，人参加大概没有好，出现了一个人参，有没有这个词？当然有这个人参是很常见的名词所以他就断出来说我们3人参好，再过来人参断掉以后，现在是加会议嘛，那加会议没有，加会没有，加出来，那剩下会议丢进去就出来，所以它断词的结果叫做我们3人参加会议所以很明显这是错的嘛那你也可以，刚刚这是正向的做法，然后反向你可以做一遍，反向就是说首先是参加会议，有没有这个词？应该是没有好，然后加会议有没有？加会可能没有，好，剩下会议就出来了然后再过来是3人参加进去，大概没有，人参加也没有，参加参加出来了，有没有？这边就断对了，有没有？然后参加出来后，剩下是我们3人没有这个词，然后门3人没有，然后三人没有，那剩下人出来那你可以发觉说抱歉，所以我这边写错了所以是正向的结果会产生人参，负向的结果反过来做呢就不会产生人参。我今天有没有讲错？参加，对，没有错嘛所以各位知道说这个叫做长词优先法，就是先从左边到右边，正向可以做一遍，逆向也可以做一遍那当然做出来结果有时候可能会不一样，那不一样的结果你当然可以，你如果更保险的做法说两边结果不一样，你再采取第3种做法，这样也可以那这边只是跟你讲说这边要小心2个方法产生的结果会不一样那像这种呢叫抢词你可以断成3人也可以断成人参，因为3人对我们来讲也有意义，虽然词库里没有这样的东西，那所以断到抢词的时候要特别小心那同样的这句话到基隆庙口吃小吃，那它抢词抢在哪里呢？庙口跟口吃口级你可以断成庙口然后吃小吃，也可以断成到基隆庙然后口级小吃那当然口级是没有意义的在这里，所以这也是产生一个抢词的问题。
那这时候你可以正向做一遍看看，逆向再做一遍看看，看它两边产生的结果是不是一样。我说结果一样，它很可能就是对，但是如果不一样的话，你可以采用第三种方法来产生这个断词。所以这叫长词优先法。这个概念其实蛮简单的，所以同学有没有问题？我们待会作业就有几题让各位做看看，尤其有那种白痴造句法。各位知道什么叫白痴造句法？不知道，好，大家看了一下就知道。白痴造句法其实还蛮有趣的好，所以这是其中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用 dictionary search， 就用一个词典或者所谓的词库去一个对把它对出来。那你可以长词优先法正向逆向产生结果可能会不太一样，那这时候就没有保证说这个方法一定会对。那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是 OK 的。那如果你要做比较完整的断词呢，比较完整的做法呢，就要做这个所谓的 POS 的 tagging。POS 叫做 part of speech， 就是说你要把每一个词的词性找出来。那因为有词性，它要符合某一类的文法，然后这时候你断出来词呢会更精确。那要把词性找出来，就有所谓的文法树，你可以把一个句子把它切主词、动词这样一路切下去。比如说就英语来看这个句子叫 The magician touched the child with the wand。那它就可以是前面这个是主词，后面这一段是一大块我不知道 T 代表的是什么。然后 touch 就是一个动词，你们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动词，然后这边 NP 是它的受词，受词又分成 the child， 这个 the 是一个定冠词，然后 child 是一个名词，就可以一路把它切开来。那中文也是一样，中文我发现这可能不是很清楚，上面写一整个句子，你说一根柱子支撑这根什么东西啊？梁一根柱子支撑这根梁一根是冠词，柱子是名词，支撑是动词，这又是冠词，梁这也是名词。所以如果你知道说一句话是要符合某一类的文法结构再加上有词库的话，你就会断得更好。所以这叫做 POS 的 tagging。POS 叫 part of speech， 就是在每一个句子里面它代表的词性是什么。那当然这边 POS tagging 就有各式各样的方法如果要讲这个东西可能也是要讲1个小时还讲不完所以我们这边就不仔细讲就让你知道说如果用 POS 的 tagging 来进行断词的话会做得更理想，效果 suppose 要做得更好才对那它有各式各样的方法来进行 POS tagging， 包含 hidden Markov model 包含 conditional random fields 很多方法可以进行那都需要大量的语料去进行训练。那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作业就是要做 POS tagging 没有，是那个就是我们没有管词性，我们就直接用它套件弄好的用什么套件？就解吧他自己会判断。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这边就列出来几个工具可以让你进行 POS 的 tagging。第一个是 SAS 本身就有内建 POS 的 tagging， 所以各位可以试看看。第二个是 CKeep 中研院的中文断词系统。那这 CKeep 是国内做的最久的，应该做了有20-30年了吧。所以花这个国家科技部的钱应该也超过上亿所以这个应该是全民共有的资产所以你可以进去玩看看把一段文章贴进去，它就可以帮你切出来达到你要的效果。然后结巴呢，结巴是哪个单位出的？应该是大陆那边出的一套Python 的套件，也可以让你来做断词。那各位知道，在做 POS 的 tagging 呢，都要有一个很大的训练资料，就是说你必须知道说，什么接什么，什么接什么才是合理的。那你就是有一大块训练资料。那在中研院里面呢，它有一个中研院的平衡语料库，实际上是可以跟他们购买的。就买来以后，它都帮你标好了，说这个主词主词、名词加动词加受词加地方副词呢，全部都帮你标好，那你就可以拿
那个平衡语料库去进行训练，就可以训练出一个 POS 的 tagging 哦，所以中文院就是这样出来。那结巴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啊，但是现在用的人也非常多哦，但是因为是大陆那边做出来的，所以它的 corpus 呢本来就是拿大陆的语料，那大陆有些讲法跟台湾实际上是不太一样，所以有时候你拿我们在台湾区的中文语料丢进去断呢，会稍微差一点点。哦，那我不晓得结巴有没有资源能够训练的功能。你可以加词，可以加自己的文本进去。可以加自己文本进去哦，那你可能可以加自己文本进去，它可能可以做得更好。但大陆有些词就是跟台湾真的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因为两岸交流越来越密切，所以有些词也讲的慢慢就混用在一起哦。像大陆讲一个人描述一个人长得乱七八糟，叫做歪瓜裂枣，这个有听过吗？还有讲说这个人血统非常纯正，叫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叫根正苗红，还是苗正根红？不对，根不应该是红的。等等，这些词在台湾都没有。以前我们讲说，这个人的水准很高，但现在也不讲这个，别人讲这个人的水平很高，那事实上这是大陆的讲法，所以混在一起，其实有时候分不太出来。那在这里呢，也有交大的语音实验室，他们有一个繁体的中文剖析器，哦，这个是交大的王一如老师他们实验室做出来的。各位可以自己看，把一段文字丢进去，它就把你断词整个做出来给你看。那这个各位可以试看看。那么今天的作业呢，助教是准备结巴这套系统，让各位试看看。好，那我们来说看这个 text normalization 是要做什么事情就是有哪些事情要必须处理对英文来讲呢，第一个叫做 stemming。stemming 你可以看看这个最简单的一个字叫 go， 现在式叫 going， 过去式叫 went， 过去分词叫 gone， 第三人称就 goes。那你在文章里面碰到这些字，其实都是同样的字嘛，但是概念上有点不一样，有的是过去发生，有的是现在发生，但是简单的做法是全部把它变回原形，所以这叫 stemming。那第二个呢叫 stop word。有些字呢到处都会出现，你把它放进去没有意义比如说英文里面的 the of、and 这些都常常会出现，中文的的、啦这类字叫 stop word。所以在分析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它拿掉，说我不要看这些字，因为这些字对于我最后的文件分类的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那拿掉的话会让你的资料量少一点，也比较不容易受到杂讯的影响。那还有一种叫 Star Wars， 这个字永远要包含在里面那这通常我们比较少用到 Star Wars， 因为大部分我们把 Stop Word 拿掉以后，剩下我们就可以全部丢进去然后再过来呢是进行同义词的代换比如说你碰到 NTU， 那当然比如说在台湾就会讲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在新加坡会怎么看 NTU 这个事情？你们知道吗？新加坡有一所大学简称也叫 NTU 所以跟着名称完全一模一样那比如说这种缩写实在太多了IRS 是什么？就是美国的国税局FBI 各位都知道，联邦调查局 CIA 什么中央情报局这些缩写都有它的意义。那你要怎么样把缩写，有人写缩写，有人写全名，但是它是同一个字比如说国高就是国家高速电脑中心，这是我们常常用的简称那有些 term 呢，你是永远要把它合在一起的。比如说你在处理音乐是这样，你碰到一个动力，又碰到一个火车，把你断词出来，断出动力火车，那你真的会把它拆开吗？不会嘛，这就是动力火车那个团体那英文也是一样，a priori 这个字要把它串在一起，这个叫 multi term。有几个字它永远要合在一起看，你不能把它拆开来，拆开来它就没有个别就没有任何意义甚至会造成误解。所以其实这类 text normalization 其实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
那有时候你是先做完再去做断词，或是先做断词再做 text normalization，有时候要做好几次，最后才会达到最好的结果。哦，真的，所以这边是让各位知道有这一些处理要进行。还有一种情况下叫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 就是说同义不能讲同义哦，就是同样的词，但是代表不同的意义。哦，是要 WSD 哦，因为它代表不同的意义，所以你本来就要把它看成是两个不同的词哦。比如说哥哥终于考上台大，妈妈在台大开刀，显然两个台大是不一样的台大嘛，但是你讲你就知道，在台大开刀不可能在罗斯福那个台大开刀啊，里面没有手术房啊，这是台大医院。那另外一个终于考上台大，也不是终于考上台大医院，已经考上台湾大学。所以这个不同的意义，你就要根据前后文的意义，代表说这个台大那个台大不一样，然后要把它拆开来。那英文里面呢，an apple on the tree。Apple Personal Computer 都是 Apple， 那显然很不一样哦。那还有一样，这种同义词实在太多哦。A bat in flight， 那个 bat 指的是会飞的蝙蝠嘛。那下面那个 bat for baseball 那是棒子，哦，打棒球的球棒哦。那这些呢，如果能够根据前后文把它意义稍微分一下，然后视为不同的词，那这样做出来效果就会更好一些。所以是叫 word sense disambiguation。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进来有点数学哦，要开始进来要看怎么样把文章变成长度为固定的向量。意思刚刚那个投影片有上去吗？没有，不是最新的。不是最新好，那我待会再同步一下。我们通常把所有的文章呢，可以转成一个叫 term document instance matrix 哦，那也可以想象它是一个矩阵哦，在这里呢，每一个子行呢都代表一个文件，那每一个横列呢都代表一个 terms 或代表一个词哦，譬如说 mercy 这个字哦，在哪几篇文章中出现呢？哦，这都代表一篇文章，这个是另外一篇文章哦，其实这个我是从网上抓下来的资料。像这个是哈姆雷特，这是莎士比亚是不是他写的一个？我不晓得是不是莎士比亚，抱歉，我这个文学造诣比较差一点。那反正就是每一个字行都是一个 document， 那 document 分别现在只是跟你讲说它有没有出现哦，所以用 T of TD， 这 T 代表 term，D 代表 document。如果 term t 在 doc d 出现的话，那它就等于1，所以这边永远是1010的矩阵，它的元素不是0就是1，那代表这个 term 有没有出现。那你光这样把它做完以后，你就知道说那我每一个 document 是不是就可以用直行一直行的矩阵来代表？这时候你就完成你初步的目标，就让每一份文件变成长度固定的向量。这是最基本最简单的方式，这样就已经达成了哦。但是这样的方式呢，当然不是很好，因为这个 term 它只是代表出现或没出现哦。那你可以想象更好的方式说，它到底出现几次因为次数出现越多，那表示这个 term 在这 document 里面可能就会比较重要一点所以我们从这个 term document instance matrix 再往下更进一步就是变成 term document count matrix。count 就是算几次嘛，比如说 mercy 这个字在第一个 document 出现2次 ，mercy 这个字在第3个 document 出现3次，在第4个 document 出现5次，那像 Caesar 这个字在第一个 document 出现232次，在第二个出现227次，但后面就几乎很少出现，那这样的话就更能够代表这个 document 的特性。不是说只是有出现或没出现，而是说要出现次数，这样的话你才知道说这个 term 在这个 document 里面的重要性。好，那么这个 term document count matrix 就是我们更进一步把它次数摆进来那在做这一类的概念，在进行这一类的处理呢，它通常呢我们不会考虑它的字的 order。
它的顺序不会把它考虑进来。比如说有句话叫 John is taller than Mary， 这句话跟 Mary is taller than John， 你把字打散以后，它出现的字其实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对他来讲，这两个文件代表的意义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换句话讲，这样的做法呢，其实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一些更细节的特性，但一般来讲其实也做得还不错。但是如果碰到更细节的话，就要用更仔细的方法去进行分析。那这一类方式呢，通常叫做 back of words，就是扛了一布袋，一布袋里面全部都是字，字全部都混在一起，所以叫 back of words。那就用这一麻袋里面的字呢，想办法去进行各式各样的分类。那每一个文件就可以看成一麻袋。那这边有10篇文件就有10个麻袋，那每一个麻袋里面就一堆字，那利用这些字想办法对这些文件进行分类。那么我们现在更进一步来看说，回头看这里这里例子其实没有举得很好，我要找一个例子。好，我们直接看这里好了那么我刚刚讲说，一个字出现在一个文件里面，我用一个次数把它摆进去，然后就出现，如果10个 document 就出现10个向量，那我们就用这10个向量来代表这个文件。那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字呢是在每一个文件通通出现过，这种字也就是变成不重要的字。如果这个字10个 document 里面呢，如果某一个 document 只包含某一个特定的字，那我表示说，这很重要，因为这个 term 只会在比如说第一个 document 里面出现。但是呢，我们原先的概念呢是说出现越多次越好。比如说这个词呢，这个 term 呢，在这个 document 出现1000次，我只看这样我就以为说，这个词对这 document 很重要。但其实如果发觉说，它在第二个 document 出现500次，在第三个 document 出现300次，你知道说它在每一个 document 里面通通出现，那这一类的 term 反而是不是重要的。所以我们回头看看我怎么样把 TF-IDF combine 起来。TF 叫 term frequency。term frequency 的意思呢，只是把前面我们回到前面来看因为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叫 term document count， 把它做一个把它看成是几率把它每一个数字除以它整个 document 里面 term 的总和，那这叫做 TF， 叫 term frequency。比如说这边有没有雷射笔？我用滑鼠跟点的不是很清楚。比如说在这里，如果我这边放的是个数，这 Mercy 出现3次 ，Warser 出现1次，那如果转成term frequency 的话，这边就会变成3/4，这边变1/4，总和加起来等于1。那这边也是这样，这边总和是刚好等于9，那如果把它除以9的话，这边变成1/9、1/2、2/9、5、1/9，那这样的话每一个文件它的总和加起来都等于1那这样得到的数值呢就叫做 term frequency， 在这里。那 term frequency 也听起来蛮合理的嘛，我要做一个normalization 的动作，就知道说这个 term 在这个 document 出现的几率有多高那几率越高表示它越重要。但是问题是说如果这个词呢在其他文件也出现，那就没有意义了，那表示说它在每个文件都会出现。所以呢比较少见的词有没有 rare terms are more important， 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要把它加进来，这样它才有意义那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怎么定义呢？我就定义成 IDT of t 就等于 log n 除以 df of t。那 n 呢是总共 document 的次数的个数，我有10个 document， 大 N 就等于10，我有100个 document， 大 N 就等于100那 df of t 呢，就是说这个 t 在 document 里面它所出现t 的这个 document 总共有几个
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说 df of t 刚好等于大 N 的话，就表示这个 term 呢在每一个 document 通通有出现，那表示说它没有鉴别力啊，因为通通都会出现啊，所以这是大 N 除以大 N 就得到1，那取 log 就变成0，所以在这里 idf 就变成0。那所以我们最后呢就把 tf 跟 idf 乘起来，所以这叫 tf idf， 有时候叫 weight， 有时候就直接讲 tf idf， 就等于 term frequency 乘上 inverse document frequency， 把它乘起来，就代表这个词在文章里面的权重。那当然这是最基本的做法，所以我这边讲说 many variants exist， 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做法。有人觉得这样做取 log 不够好，我要取 log 后面那个数值还要把它加1等等，有各式各样的做法。那各位只要在网络上查一下 TF-IDF 呢，就可以发觉尤其是 Wikipedia 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数学式可以来做类似的事情。那我们来看一个范例好了。没有，这边还不是范例这边是最后算出来的结果你看第一个我从 binary 就是它有没有包含这个词所以每一个向量里面的元素不是0或是1，然后转成 count， 就是里面的个数这个词在文件出现的次数，然后再过来转成 TF-IDF 的 weighting， 那 TF-IDF 的 weighting 是比较合适的做法，因为它会考虑到常见的词上它的 weighting 要把它降低所以这时候呢，比如说算出来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这是我 TF-IDF 最后算出来结果，所以每一个 column 就可以看成是每一个 document 的向量表示法比如说第一个 document 它的向量表示法就是这一直行第二个 document 它的向量表示法就是这一直行那这时候呢它的维度就固定下来，所以你就可以立刻去进行这个 document classification， 因为已经转成了长度固定的向量那同时你也可以反过来看你可以看，你看我每一个 term 像这个 Anthony它也是转成一个长度固定的向量那它的长度就等于 document 的个数那你可以用这些 term 比如说你也可以做所谓的 term clustering去丢到，比如说你可以直接丢到 k-means 里面，把一些类似的 term 呢把它汇整起来那所谓类似或不类似呢，是根据它在文章里面出现的个数来决定说它到底相不相近所以在这里重点就是不管你是 document 或是 term 全部都转成向量了，那转成向量之后你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处理那这里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文字是一个 unstructured data， 因为它长度可长可短，然后很难用数学的方法表示只要经由这样的方式把它转成长度为固定的向量，它就变成 structured data， 那你就可以往下一步进行各式各样的处理到这里同学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继续往下看那这边就举一个范例这个范例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很快的算一下这个 TF-IDF 是什么意思比如说我两个 document第一直行呢是第一个 document 叫做 this is a sample， 然后分别出现次数是1、1、2、1。那第二个 document 是 this is another example， 然后分别出现次数是1、1、2、3。然后让你去算 TF-IDF 那第一个呢，你算这边 TF， 来我把它放大一点可能比较清楚。比如说我们看 this 这个字在 D1 里面呢 this 出现了1次，但总数呢总共是有5次嘛，所以 this 占整个 D1 占了1/5，所以这是 this 的 term frequency 在第一个 document 里面。然后在第二个 document 里面呢，因为 this 出现1次，但总共有7个词在里面，所以 this 它的 term frequency 就是1/7，所以是 0.14那接着我们要算 IDF 就算 this 到底出现在几个 document 里面。那 document 这个因为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嘛，所以总共就只有2个 document 而已那它 this 居然这边也出现，那边也出现，
所以它是下面分母就摆2，所以两个一除，2除2得到1，取 log 变0。哦，所以表示这个0呢就表示 this 没有鉴别力，因为它 document 里面全部都出现哦。那接着我们再算 TF-IDF 的时候，就把 TF 跟 IDF 乘下来哦。所以第一个是 0.2，就是1/5乘以0是0。第二个呢是1/7乘以0还是0。重点是因为后面出现的这个，它在两个 document 里面都出现，所以乘到0。最后表示这个 this 是在这里面是没有鉴别力，因为两边都出现。那我们再看下一个范例叫 example。example 呢 ，example 在 D1 呢，它因为完全没出现嘛，你们这边 example 出现3次，但是在 document D1 里面它完全没有出现 example 这个字。哦，注意这边是 sample， 这边不是 example。哦，所以呢，它的 term frequency 呢完全就是0，因为它就没有出现啊。哦，然后在第二个 document 里面呢，它这个 example 出现3次，所以3除以7，所以得到是 0.429。那最后呢，看它的 IDF 呢，总共有2个 document， 所以这边上面是2哦。那 example 出现几次呢？抱歉，不是出现几次 ，example 有出现的 document 有几个呢？因为 example 只出现在第二个 document 里面，所以这边变2除以1再取 log 变 0.30。所以这时候再算一下，就是分别把 TF 乘上 IDF。就可以得到 example 在 D1 的 TF-IDF 呢是0，因为它从来没有出现过。哦，那 example 在 D2 出现的 TF-IDF 呢是 0.429乘以 0.31，所以 0.13。哦，所以表示 example 是对于 D2 来讲它是有鉴别力的，因为它只出现在 D2 里面。哦，那它的程度有多高呢？算出来结果就是 0.13。所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我就可以把每一个字出现在每一个 document 它的重要性把它算出来。那每一个 document 就可以转成一直行一直行的向量，然后利用这个向量就可以开始进行各式各样的事情。这边 OK 吗？有没有问题？我们后面有一个作业就是让各位算 TF-IDF， 那就按照这个要领下去做就可以。好，那假设我们有 TF-IDF 的一个矩阵之后，那更进一步的做法，当然你可以说好，我到 TF-IDF 我就停下来了，因为每一个 document 已经转成一个长度为固定值的向量，那就可以做各式各样的分析。但是呢，另外一种方法呢是叫做 LDA 或者要叫做 Topic Modeling。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一篇文章里面，像这边一篇文章里面有好多各式各样的词，所以词呢是文章的最小单位。那接着我们看呢，好几个词可以构成一个主题。比如说我如果讲说猫啊、狗啊、狮子啊、老虎啊，这主题就是什么？动物嘛，就说动物。那如果讲说股票啊、期货啊，就比较像是投资股票、期货或者是其他各式各样的这种买卖，证券啊等等这些就跟投资相关，这又合成另外一个主题。那我们可以把文章呢，当然主题是由几个不同的字词所构成一个主题。那最后的文章呢，文章我们并不是直接把文章看成是字词的组合，而是把文章看成是不同主题的几率分布。那这样的话就是等于说有3层的关系，你把文章拆成主题，主题再拆成词，那这样的话会比较符合一般人的直觉。那怎么做这件事情呢？我们后面就有一套数学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来看一个范例好了，这个范例，这个是 example of topic modeling，就是假设我有5个 document，第一个 document 是 I had a peanut butter sandwich for breakfast，我早餐吃了什么东西，那第二个呢是讲说我喜欢去吃 almond 是杏仁 ，peanut 是花生，然后 walnut 是核桃果，然后你会发觉第一个和第二个实际上有点接近，因为都是讲到吃的东西嘛，
然后第三个呢是 My neighbor got a little dog yesterday， 我的邻居昨天买了一只小狗，然后第四个呢是狗和猫呢都是 mortal enemy， mortal enemy 是什么意思？天生的敌对的敌人就对了，所以3和4都是在讲动物比较多。然后第5个呢，你不能喂狗吃花生，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应该是它一样啊？不会吧？不，这不重要，反正他是这样讲的。然后第五句话你就说，有食物又有这个宠物，你知道说，这 topic 混合在一起。所以一种方式，你看我的 topic， 第一个 topic 是30%是花生，15%是杏仁，10%是早餐。所以你看我第一个 topic 可以看成是食物，跟食物相关的主题。那第二个呢是20%是狗，10%是猫，5%是 peanut。第二个主题我可以看成是跟动物相关的主题，所以一个食物一个动物两个是不相干的，不能讲说完全不相干，有些东西是会重叠，但是这个主题还蛮明显的。那对于第一个 document 来讲呢，第一个和第二个 document 来讲呢，你可以想象说它完全是符合食物的描述，所以呢100%属于 topic one， 有没有 topic one 在这里都是食物，所以呢我就可以把它转成一个向量1和0，1代表属于 topic one 的比例，那这个0代表属于 topic two 的比例，那因为都没有牵涉到动物，所以是1、0。那这样的话，就我已经把它转成一个向量了。那这种方式等于说，我一篇文章可以转成好几个主题的，看百分比把它组合起来，那利用这百分比来代表它的特性。那这样的话，我也可以往下继续做分类。那这样的好处是说，你要做分类的时候，你可以把 topic 捞出来说，这 topic 到底符不符合人的直觉？那像这里 document 3和4，你们3和4都讲的是动物的东西，所以呢，符合第一个 topic 的几率是0，符合第二个 topic 是1。那到了 document 5，你说你不能喂狗吃花生，又讲到动物，又讲到食物，所以你可以想想，可能70%属于 topic 1，30%属于 topic 2，所以它得出来向量就是 0.7 跟 0.3。那利用这样的方式呢，你就可以把一个文件转成一个长度为固定的向量，而且这个向量里面每一个元素呢，都对应到某一个主题，符合某一个主题的比率有多高。那这样拿它来进行分类呢，就听起来会比较合理一点。所以这个是 topic modeling 的一个简单的概念，这个概念我想应该还算蛮清楚的。但是最后要怎么把它拆开来呢？就是你给我一个 term 和 document 的矩阵，这矩阵可能就是 TF-IDF 值，你怎么把它拆开成主题出来？这个就比较麻烦一点，需要一些数学。那怎么拆呢？原先呢，我这个 A 的矩阵呢就可以这样，同学，可以到前面那个像我想问一下老师，那个下面那些0.7、0.3，或者中间那些，对，它到底是怎么样？对，这只是例子，说，这个比较像这个，然后你可以想象说，假设这个可能是1、0，比较符合这样的直觉的概念，这边还没有牵涉到数学，那你就怎么算出来，后面就有一套下一个同里面就是说明整个是怎么算出来，对，这只是让你知道说我为什么要把它拆成 topic， 拆成主题，然后最后我 document 是分别有这几个主题来组合而成，那我就可以看到说，我就可以利用它用每个 topic 组合过来的它的一个比例值来当成一个向量来代表这个 document。来，这边同学还有没有问题？这边有点数学这个意思是说，这个 A 有没有大写的 A 就是我前面的这个 TF-IDF 这个矩阵，所以是
m/n 的矩阵，这边要讲的稍微详细一点比较不会乱讲。这个 m 呢是有几个不同的 term 在里面，几个不同的字，所以 m 通常非常大。对于英文来讲呢，可能是英文总共几个单字，各位知道吗？一般字典里面大概有10万、12万都有可能。但是10万、12万里面是包含很多过去式、过去分词、各式各样的东西在里面，所以把那些砍一砍、减一减，可能我想大概是至少也有4万、5万之类的嘛。所以你可以想想，这个矩阵呢是它的横列有5万个，那它的直行呢就是你文件的个数。所以这个 m/n 我这边写，有没有 A 是个 m/n 的矩阵是 term by document matrix。那 document 就看你要对多少份文件做这个事情。那它就可以拆成 U 乘上 sigma 乘上 V 的 transpose。那我们这边直接这样写，其实看起来有点头痛我们直接看我这个示意图假设这边有 term 1、2、3、4、5、6、7、8、9个 term， 那有5份文件所以这个 term document 是 m 乘 n 是9乘5，那你就可以把它拆成 U 乘 sigma 乘 V 那通常呢比如说我们拆成这个样，这个 U 呢就是原先是9乘5嘛，所以你这边再拆成9乘3，然后3乘3，然后3乘5的矩阵，那这样乘起来又会回到9乘5的矩阵。那把它拆开成这样子呢，它有什么特性呢？第一个呢，中间这个 k 乘 k 的矩阵呢，它通常是 diagonal， 就是只有主对角线有值，其他通是0。然后呢，猜测的结果呢，就是所有的行向量在 U 里面呢，它都是 orthogonal， 都是两互相垂直。那两互相垂直你就可以看成什么意思呢？就是在等于说是坐标转换，在3度空间中呢，你原先坐标是 x y z 这个样子，那你可以把它转来转去，不管怎么转，它还是两互相垂直。那这边就是这个意义，它把前面这个是9乘3，这个3个向量都是两互相垂直，那乘上后面这一块呢，就可以看成是这个3个向量的它的投影在上面的长度是多少。比如说你可以看成假设这三个向量是 x1 x2 x3， 然后最后你转出来的矩阵呢就会变成比如说 A 乘上 x1 加上 B 乘上 x2 加上 C 乘上 x3， 那 A B C 就代表在这个3个向量上面它的分量各有多少，那我们就可以用 A B C 来代表一个新这个 document 它的经过转换之后这个 document 的在空间中的表示方式就变成原先就转成一个维度更短的向量，那用这个更短的向量来进行分类。那为什么要转成维度更短的向量？就是有些杂讯你可以把它滤掉不要，那这样的话得到的分类效果可能就会更好。然后在这里呢，这里 k 乘 k 呢就代表这个 k 呢就代表有几个 topic 在里面。我们说 k 等于3就表示有3个 topic，k 等于5就等于5个 topic。注意这边是有没有 m 乘上 k， 有没有？这边是 terms by topic， 这边有3个 topic。然后这边是3乘3，然后这是 topic by document。所以你最后得到的结果呢，就类似，比如说这个向量。抱歉，是这个向量，原先是这个向量，有没有？这时候我就需要一支笔，有白板吗？白板在那边好，带远了，没关系我再描述一遍好了，就是它这边不管怎么乘出来，就得到一个。有没有？这边是9乘5，这边是5
乘3，这边乘出来一定是3乘5的向量，有没有？乘出来就是一个3乘5的向量。那3乘5的向量呢，你可以把，因为这边都是 diagonal， 比如说这边是 A、B、C 哦，你这个可以乘到前面去，那就变成 A 乘上第一直行 ，B 乘上第二直行 ，C 乘上第三直行。所以原先的 document 它的长度有没有？这边原先是长度为9，到这边只剩下3，所以这就是它的某种程度的降维哦。那这边一样，这边有5个 document， 5个文件，到这里还是5个文件，所以文件个数没有变，但是你可以把它进行降维哦。原先从 dimension 变9，到这里 dimension 变成3。那当然这个3是可以变动的，因为我们在做 SVD 的时候，这个 k 乘 k， 我可以让它 k 变大一点哦 ，k 可以甚至 k 等于 m 的话，那就非常大的矩阵哦。那但是说你可以取小一点，你可以取3，可以取4，也可以取5哦。那 k 就等于 topic 的个数，那 topic 越多呢，表示它可能把很多杂讯也拉进来，但是 topic 如果太少呢，表示它的表示的能力也会不足，所以呢，通常呢我们在做分类的时候呢，就是让 k 变化，比如说 k 乘2、3、4、5、6一路变下去，那看在哪一点它的效果，它的辨识率会最好。哦，所以 k 等于说你可以看成是一个在这个 model 里面的参数。哦，那通常事先你也没办法知道 k 要等于多少会是最好值，然后我们就是暴力法把它扫一遍，就可以得到它的最佳值。哦，所以重点就是当你拆成这样矩阵分解的时候呢，每一个 document 原先长度是9在这里哦，比如说第一个文件长度是9，到这里就变3，哦，最后一个文件在这里长度也是9，但是经由这样转化以后，它长度也变3，哦，所以你把它整个 dimension 呢把它降低，然后再分类一遍，看看能不能得到更好的效果。那这就是我们的利用 SVD 来进行 LDA 或是做 topic modeling。那你会问说，请问这些 topic 到底是什么东西？哦，那在这个范例里面呢，其实topic 里面我刚刚讲 k 就等于 topic 的数目哦，所以 topic 这第一直行就代表这个 topic， 第二直行也代表 topic， 第三直行也代表 topic， 代表我们有3个 topic。在这3个 topic 里面呢，它里面出现各个文件它的权重哦，抱歉，比如在这里，这个是 0.9， 代表这个 topic 包含 0.9 的 term 1， 这边比如说 0.2 的 term 2， 0.4 的 term 3， 所以呢每一个 term 的 weighting 就全部出来。哦，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去看看，就是把它画成一个文字云啊，看看每一个 topic 它有没有一个比较符合人的直觉的 interpretation 的阐释的方式。哦，比如说这个 topic 全部都讲的是篮球、棒球、脚踏车等等，那就都是运动。那这边讲的是各式各样的衣服哦，那另外一个 topic 可能讲的又是一个不一样的东西，那你就很容易用人去做 interpretation， 看到底这些 topic 到底符不符合人的直觉。那这是用 topic model 的好处，就让你知道说每一个文件对应到这个 topic 它占的比重各有多高。老师，像这种就是 unsupervised，这个是 unsupervised， 所以我就是每一次丢一个 k， 然后对我就去看说，在这个 topic 里面这些 terms 到底是不是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对。然后我觉得人变出来觉得不太合适，就去调那个 k。对，但是你这样讲是对的，但是有时候你的直觉并不见得会跟辨识率成一个正比的关系。所以最好的方式，因为我常常讲说电脑跑得很快啊，你就让电脑跑啊，反正电脑跑又不是你在跑，对吧？丢进去跑一整个晚上。可是有时候我没有正确答案，我就没有辨识率。没有正确答案就没有辨识率，那你讲的没有错。但是我们一般如果说你要做分类，通常会有正确答案。如果你没有正确答案，你丢进去做这样的 topic model， 对，也会长这些 topic 出来。那你要确定它是不是合理，用人去看。其实通常我不喜欢用人去看，因为人去看有时候第一个不容易看出来的东西对不对？不容易看出来一个很直觉有没有东西在里面。
所以呢，最好是你的 dataset 是有类别的，那你就可以丢进去，让 K 跑不同 K 值，因为得之前有到辨识率。看一些文献，他们就是对网志啊、部落格做这种贴标，可是它就是没有不一定会有标准答案。对，那对，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啊？那就是贴了，你觉得看起来，对啊，你看起来觉得 Kimoji 不错就可以了。这个就没有标准答案就没有标准答案了，你的直觉这个好像比较有符合某一种 topic 感觉，那就可以了。对，因为一旦讲到没有标准答案的东西，就都很难用电脑来处理，只能是就是凭个人的直觉来做这些事情。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了，那也让同学消化一下这个数学式子。那再休息10分钟，我先可以跳到作业好了，在最后一页。所以整个概念呢，假设我们有5个 topic， 那第一篇文章呢，我就表示成 0.1 乘上第一个 topic 向量， 0.5 乘上第二个 topic 向量，然后 0.1 乘上第三个 topic 向量，0.1 乘上第三个， 0.3 乘上第四个， 0.1 乘上第5个。所以这5个向量在空间中是两互相垂直的。那两互相垂直，那你就知道说它在第一个向量它的比例有多高，第二个向量占的比例有多高。那等于说把原先的 space 转成以 topic 为主轴它的 space， 然后来看这个向量，那这样的话就会比较有意义一些。那刚刚一直也问到说，那这些向量如果 topic 向量如果拿出来看，到底人有没有感觉？这个就很难讲到底能有感觉最好，没有感觉那就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就看它的辨识率。就是不管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只要它辨识率够高，对分类器来讲它就是好的 topic。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计算这一类分类器到底，你问我说什么 SVM 比较好，还是 DNN 比较好，还是这个naive Bayesian classifier 比较好，谁知道？你全部跑一遍嘛，全部跑一遍，你大部分都很快就出来，你就知道说哪个分类器得到效果会最好。那这边也是一样，我们通常没有再仔细看里面 topic 是什么东西，那需要看可以把它调出来，但是呢我们会调整这个 topic 的个数，那 topic 由小变大的时候，你就可以拉出一条线出来，因为辨识率 suppose 应该 topic 很少的时候辨识率比较低， topic 慢慢高的时候辨识率会爬高， topic 变得很大的时候它也会掉下来，那你就找它最高值，就知道说这个 number of topic 最好应该是多少。所以利用这种方式，我就把 n 篇文章转成 n 个向量，那在这个例子里面，向量长度等于5，那这时候呢，你就可以算根据你的 training data， 然后来计算说我这些文章到底要分到哪里去，就直接算它的相似度。第一篇文章跟我 training data 里面的，比如说第10篇文章最接近，那看第10篇文章如果是某一个特定类别，那第一篇文章也就会属于那个特定类别。那这个算距离完全是利用它们向量之间的夹角来进行。